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40度的烈日炙烤着露天货场，汗水从额角滑落我的睫毛。1周前，我还坐在恒温办公室处理100万订单，如今却在成山的纸箱间往返搬运。手推车的车轮吱呀作响，轮胎与水泥地摩擦出焦糊味。胡洪涛站在2楼空调房的落地窗前，西装笔挺俯视着我，镜片反光遮住了他眼神。刘哲彦，3号库的货清点完了吗？仓管老张远远喊道。我抹了把汗，目光掠过围墙外那栋崭新写字楼。董翔的公司在18楼，上周为他策划的营销方案，客户反馈出奇的好，比在我们公司效果提升了3成，马上就好。我朝老张挥挥手，继续清点堆成小山的打印机耗材。纸箱上的客户标签格外醒目，都是公司合作多年的老客户，标签边缘微微翘起，就像胡洪涛那份刻意修改的绩效考核表，边角也这样卷曲着。仓库西角的监控摄像头突然转动，红色指示灯短暂闪烁2下。我继续低头搬货，墙角阴影里，半张被揉皱的请假条露出一角，日期是3个月前。那天，卢佳琪欲言又止的表情和此刻货场尽头一闪而过的身影重叠。推车碾过散落的包装袋，发出细碎的撕裂声，远处传来电梯到达的叮咚声，在空旷仓库里回荡得像倒计时。哲彦，这份合同你再看一下。胡洪涛把文件夹轻推到我面前，金丝眼镜后的目光闪烁。我翻开一看，客户要求的账期从30天延长到90天。经理，这超出公司规定了。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气，特殊客户特殊对待吗？你签个字，后面我来协调。茶水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表情。我注意到他左手无意识地敲击桌面。程阳熙从隔壁工位探过头，哲彦就是太较真，胡经理还能害你不成？办公室的空调发出轻微的嗡鸣。我合上文件夹推回去，按规定办吧。胡洪涛的笑容凝固了，他慢慢摘下眼镜擦拭。年轻人有原则是好事。那天下午，我被排除在重点项目会议之外，程阳熙代替我做了汇报。下班时遇到卢佳琪，他抱着账本等在电梯口。听说你拒绝了胡经理，你消息真灵通。我按下电梯按钮，不锈钢门映出他担忧的脸。他压低声音，上周审计发现几笔异常款项，都是胡经理特批的长期账期。电梯数字缓缓跳动。我问，财务部那边有什么说法？魏总要求彻查，但他欲言又止。电梯门开时，他匆匆塞给我一张纸条，回到工位展开，上面只有一串模糊的数字，像是某个账号的后4位。窗外暮色渐浓，城市华灯初上，远处那栋新写字楼的霓虹招牌刚刚亮起。周一晨会气氛异常凝重。胡洪涛宣布公司架构调整方案时，始终避免与我对视。为优化资源配置，业务部需要抽调骨干支援仓储部门。他停顿片刻，目光扫过全场。程阳熙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又迅速恢复恭谨的表情。同事们纷纷低头假装记录。经过管理层讨论，决定派刘哲彦同志负责仓储优化工作，即日生效。会议室静得能听见空调送风声。我握紧钢笔，墨水在笔记本上晕开一团蓝影。散会后，胡洪涛单独留下我。哲彦啊，这是重点培养，别辜负公司期望。
他拍我肩膀的力度比平时重3分。我望着他领带上歪斜的温莎结，突然想笑。收拾文具时，程阳熙凑过来帮忙。仓库那边条件艰苦，要不要我帮你申请？不必。我把客户资料整齐锁进抽屉，钥匙转动时发出清脆的咔嗒声。卢佳琪站在财务部门口，眼圈微红。我朝他摇摇头，抱着纸箱走进电梯。仓库在地下室，日光灯管有几根在闪烁，霉味混着机油味扑面而来。老张叼着烟，指挥工人卸货。来了。更衣室在最里头，工作服自己领。推车碾过水泥地，发出刺耳的噪音。我抬头看见墙角崭新的监控摄像头，红色指示灯稳定亮着，像永不闭合的眼睛。仓库的凌晨4点比想象中更冷。我裹紧褪色的工装外套，清点刚到港的货柜。老张递来烫手的豆浆。小伙子适应挺快嘛，以前来个大学生，3天就哭鼻子，蒸汽模糊了他的皱纹。我接过豆浆时，注意到他虎口有道陈年伤疤。张叔在仓库待多久了？我吹着豆浆热气，看白雾融进昏黄的灯光。20年了。他踢开挡路的塑料膜，见多了人来人往。你这样的倒是头回见。货架深处传来纸箱倒塌的闷响，我们循声跑去，发现堆码不规范的货品塌了方，又是程阳熙签收的那批货。老张啐了一口，次品率这么高也敢入库。我扶起歪斜的标签牌，客户名称被水晕染得模糊不清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。整理残局时，我在破损的包装盒里发现蹊跷。合格证编码与实物完全不符。听说程主管是胡经理的外甥。老张突然压低声音，用扫帚柄敲敲消防栓。日光灯管突然熄灭2秒，重启时货架投下扭曲的阴影。监控指示灯忽明忽暗。午休时我借口修叉车，溜进设备间查维修记录。近3个月的报修单不翼而飞。回到装卸区，发现我的储物柜虚掩着，里面被人翻动过，但什么都没少，只有那本仓储管理规范被挪动了位置。书页间多出一张送货单的残片。周5发薪日，工资条显示岗位津贴被取消。HR 系统里我的职位变成仓储助理。卢佳琪趁午休摸到仓库后门，帆布鞋沾满泥点。他们篡改了你的考核表。他递来的复印件上，关键数据被涂改液覆盖，隐约能看到原始数据的压痕。程阳熙上个月报销的招待费有问题。我追查时发现，他突然晋升，货梯运转声由远及近。我把他拉到摞高的货堆后，纸箱棱角搁着肩膀。胡经理给他批了特签权限，现在能直接调用客户保证金。他呼吸急促，电梯门开合的金属摩擦声在空旷库区回荡。我瞥见墙角监控探头在转动，下周要盘库，你千万别碰区货架。他往我手心塞了块 U 盘，看完销毁。他离开时步伐慌乱，右脚微跛。我记得上周他说扭伤脚请过病假。深夜加班盘点时，我特意避开区，但系统仍提示有12箱货品信息异常。老张嘟囔着重启电脑，邪门了，这漏洞修了3个月都搞不定。监控屏幕的蓝光映在他脸上，皱纹里藏不住疲惫。我盯着雪花点的显示屏，凌晨3点，我借口修电脑只走值班员。U 盘里的加密文件需要3重密码破解，第1重是卢佳琪生日，第2重是公司成立日期，
第三重密码提示是初见之地。我试着输入4年前面试那天的日期，文件夹应声开启，满是转账凭证扫描键。董祥的咖啡馆藏在老巷深处，磨豆机声响盖过我们的对话。你们公司这漏洞够吓人的。他搅拌拿铁的银勺突然停顿。客户知道吗？我把糖包落成金字塔，所以找你合作。你们新系统不是缺真实数据测试。窗外雨帘模糊了霓虹灯。他抽出张名片，背面写算式，风险太大，除非服务员过来续杯。我们同时沉默。水渍在木质桌面上晕开深色轮廓。除非什么？我转动杯垫，陶瓷摩擦出细响。除非你来做合伙人。他眼神锐利，如7年前辩论赛上那个最佳辩手。语声渐密。我望着玻璃上蜿蜒的水痕，想起毕业论文答辩那天也是暴雨。回仓库时已过午夜。老张醉醺醺拦住我：小子，去那批货千万别碰。他酒气里混着廉价止疼药的味道。我扶他坐下时，摸到他后腰鼓囊的物件，是支录音笔。红灯微弱闪烁，电量将尽。我帮他收进抽屉，顺手换上新电池。凌晨盘点时，我故意触发区警报。保安冲过来前，我已拍下货箱编码。次日，胡洪涛突然巡库，皮鞋踩在积水洼溅起泥点。听说系统老出故障。他弯腰检查货箱时，领带夹松脱掉进排水沟。我捡起地环，察觉他指尖冰凉。程阳熙跟在后面讪笑。哲彦习惯仓库生活了吧？比谈客户轻松多了。他们离开后，我在排水沟缝发现枚微型存储卡，沾着污泥，像沉睡的蚕蛹。仓库通风管道检修，恰逢国庆长假，我主动申请留守，理由是节省加班费。真正的目的是档案室后墙那排退役服务器。行政部遗忘的交接清单显示，3年前系统升级时，旧设备并未格式化，而密码仍是默认的初始组合。深夜的机房像金属牧场。我借着安全出口的绿光，摸索服务器标签。第7台机器贴有业务数据库2019的胶带，风扇呜咽着开始运转，屏幕蓝光映亮，满是尘埃。我插上从董祥那拿来的加密 U 盘，开始拷贝。突然传来钥匙转动声，我迅速拔线，躲进机柜缝隙。老鼠啃噬电线般的窸窣中，胡洪涛的声音响起，确保所有记录清空。魏总那边我应付。另一人含糊应答。储物柜开合声后，碎纸机开始轰鸣，持续了整整20分钟。他们离开后，我在碎纸机槽底捡到半张发票，客户名称恰是最近流失的那家。次日例会上，胡洪涛宣布加强安防，新装的摄像头正对服务器机房门口。程阳熙挑衅地抛着 U 盘，听说昨晚机房进贼了。哲彦值班没发现异常。我整理工牌挂绳，仓库老鼠多，可能是咬断了线路。他笑容顿时僵硬。午休时，卢佳琪发来加密邮件，胡在清查权限，近期勿联系。附件是张模糊的监控截图。深夜停车场，程阳熙正往胡洪涛后备箱塞纸箱，像素很低，但能辨出纸箱印着永固档案字样，那是家销毁公司。我回复收到，将手机塞进工具箱夹层。叉车驶过时，地面微微震颤。国庆后，客户投诉量激增，我借着送货机会，开始以前业务顾问身份回访。刘先生调岗了。隆昌贸易的陈总泡茶时试探，
上批货延迟了半个月。紫砂壶嘴蒸腾的雾气里，我注意到他桌角放着竞品样品，系统升级所致。他苦笑。胡经理说改成月结，但合同明明签的是货到付款。茶汤微凉。第二站是启明科技，财务总监直接摊牌：你们公司是不是资金链有问题？他出示的转账凭证显示，货款被拆分成多笔转入不同账户，最后署名是程阳熙。返程时我绕到董祥公司，他展示新开发的客户管理系统，流程比我们简洁3倍。如果搭配这个呢？我递过优化方案，他滚动鼠标轮的手突然停顿。窗外乌云低压，暴雨将至，投影屏蓝光里，他眼眶微红。你早该出来了。我们敲定细节时，闪电劈亮天际，雷声震得玻璃嗡鸣，向命运敲门。回仓库已是深夜，暴雨中，有个撑伞的身影立在岗亭外，是魏永强。总经理的定制西装淋得透湿，他却盯着员工打卡机屏幕。听说你常加班。感应灯突然熄灭，黑暗中他轻声说：3年前也有人这样查过服务器。雨点击打铁皮屋顶，如万马奔腾。他留下的脚印很快被积水淹没。我摸向口袋，客户名单的 U 盘还在，但手机不见了，大概是掉在董祥车上。胡洪涛的办公室连日通明，透过百叶窗缝隙，能看到他频繁接打电话。晨会时他眼下无青，却强打精神表扬程阳熙挽回重要客户。掌声稀落，行政部突然要求全员重签保密协议，新增条款涉及离职后竞业限制。卢嘉琪被调去整理历史档案，他悄声说审计部锁定了几个异常资金账户，但次日审计主任就休假了，理由是突发性耳聋，据说听不见手机铃声。我继续利用送货与客户保持联系，多数人对新合作模式表现出兴趣，但新源集团的赵总态度微妙。小刘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胡经理昨天来过，他抹撒着翡翠扳指，他说你要另立门户，还带走了公司商业机密。返回途中遭遇堵车，导航显示前方事故，急救车的蓝光在后视镜里闪烁。仓库门口停着陌生轿车，穿灰色夹克的男人在记什么。看见我立刻合上本子。老张悄悄比划3的手势，这是第3次有不明身份的人来查岗。深夜加班时，我发现常用电脑被重装系统，恢复数据后，找到远程操控痕迹。对方搜索关键词包括刘哲燕、董祥、新公司注册、客户转移，最后检索时间定格在今天下午3点。正是胡洪涛召集紧急会议的时刻，我清空缓存，准备离开，突然接到董祥电话，注册被卡了，有人举报，通话因信号干扰中断，货场照明灯同时熄灭，唯有监控红灯如血滴悬垂。胡洪涛闯进仓库时，我正校准电子秤，他西装皱得像腌菜，领带歪斜。刘哲燕，他砸烂展示用的样品箱。隆昌的订单为什么飞到竞争对手那里？塑料碎片迸溅到我脸上。老张想劝解，被他一把推开，撞在货架上。程阳熙举着平板电脑冲进来。胡经理，启明科技刚取消了年度合约，屏幕曲线瀑布般暴跌。胡洪涛揪住我衣领，你搞的鬼！那些客户，我慢慢掰开他手指。客户选择最优方案，就像您教我的，商场如战场。他瞳孔收缩，
你窃取公司机密，我要报警。手机却从颤抖的手中滑落，我拾起手机闭环。机密，比如把合格品换成次品吃回扣的机密。墙角监控突然转动，红色指示灯熄灭。魏永强从阴影里走出，鼓掌声清脆。精彩！总经理踢开脚边碎片。胡经理，需要看程阳熙的转账记录吗？程阳熙瘫坐在地，胡洪涛面如死灰。魏总，这是误会。我走到窗前，夕阳正好落在隔壁大厦玻璃幕墙上，融成金色火焰。不是误会。我按下遥控器，投影幕布垂下展示新公司 logo。是进化。货车轰鸣声由远及近，车体印着祥哲科技。董祥跳下车，朝我挥手。胡洪涛突然狂笑：“你以为赢了？我早把你的……”话音被刺耳警笛切断。经侦支队带走胡洪涛时，他回头瞪我：“那个监控，你什么时候？”我指指屋檐下不起眼的黑色装置：“您忘了吗？仓库安防是我负责优化的。”魏永强递来辞呈签收单：“小刘，其实3个月前，卢会计就提交了匿名报告。”他眼中有惋惜，更多是解脱。公司树倒猢狲散，但真正蛀虫终于揪出。程阳熙试图从后门溜走时，被守候的老张绊倒，录音笔从怀里滚落。张叔是退休刑警。我扶起面色惨白的程阳熙：“你女儿手术费还差多少？”他瘫软如泥。老张默默亮出警官证：20年仓库生涯是为追查旧案。卢佳琪在整理交接文件时，发现胡洪涛私刻的印章，正是碎纸机里那枚。董祥的新公司顺利开业，首批客户包括隆昌等老伙伴，订单超预期30%。月末最后一天，我清空储物柜，发现底层压着泛黄的合影。7年前，青涩的胡洪涛搂着我肩膀，背后横幅写着欢迎新同事。那时他眼神清澈。电梯门关上前，魏永强跑来塞给我信封：“你应得的，是拖欠的奖金。”走出大厦时，雨刚停，彩虹跨过新旧2栋写字楼，像座桥梁。手机震动，卢佳琪发来新公司财务报表，附件有形小字：“需要会计吗？”我抬头望向18楼的新办公室，落地窗前，董祥正朝我用力挥舞合同。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倒映着蓝天，有麻雀跳过水洼，翅间沾着碎光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